這個男人全神貫注地盯着手機，隨手把暖爐放到地上，下一秒微風拂過，掀起草屑，點燃星星之火。馬廄裡，小黑馬嗅到危險的氣息，他探出頭想看看發生了什麼，可眼前的一幕卻讓最勇敢的他嚇得渾身發抖。火焰像游動的閃電，才10幾秒的功夫便吞噬了整個馬廄。馬兒們在火中嘶鳴，他們想要逃離這裡，可圍欄實在太高，根本跳不過去。不遠處，女孩聽到動靜，急忙衝了過來。她3步並作2步，想要先救最親近的小黑。可是小黑拼命搖晃腦袋，不肯套上韁繩。女孩看向其他馬兒，頓時明白了小黑的心意。她趕緊說：“相信我，就像我相信你一樣。”小黑這才平靜下來，蒙着眼被女孩帶出火場。這時叔叔也趕了過來，他一把拉住女孩，讓女孩不要再以身犯險。可女孩承諾過，她不想讓小黑失望。随着女孩再次冲进火场，馬兒們一批接一批的被救出，可女孩卻遲遲不見蹤影。叔叔急壞了，他大聲地呼喊女孩的名字，卻沒有得到回應。小黑不停地掙扎，想扯斷韁繩衝進去看看，可就在這時，女孩牽着最後一匹馬成功逃了出來。馬兒們全部獲救，女孩也沒有受傷，可她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。馬廄在烈焰中坍塌，女孩和小黑永遠相伴的希望也隨之破滅。一夜過去，馬廄徹底變成廢墟。小黑望着眼前的狼藉，眼神裡充滿了哀傷和不捨。他不願去想自己接下來的命運。然而女孩還沒有放棄，她找到馬場老板，懇求他重建這裡。老板現在自身難保，但看到女孩苦苦哀求的樣子，他想出辦法，提議先把馬兒租出去，稍微掙點錢。女孩沒有多想，高興地答應下來。可她不知道，這個決定後來差點要了馬兒的命。第二天，馬場來了客人，金髮妹一眼就相中小黑，直接付了2個月的租金。在叔叔的干預下，金髮妹一家同意讓女孩去家裡做馬夫，一邊打工一邊照顧小黑。来到家裡，偌大的莊園讓女孩看傻了眼。小黑也很喜歡這裡，馬場一眼望不到頭，路面一塵不染，同伴們都神采奕奕，精力充沛。不過等來到馬廄，冰冷的鐵籠，冷漠的馬夫，讓小黑感覺有些不妙。然而女孩並沒有注意，她正沉浸在可以住獨棟別墅的喜悅裡。第二天，金髮妹來到馬廄，先是下令剪掉小黑的鬃毛，隨後又把他帶到訓練場，不聽教練指揮，胡亂的拉扯韁繩。小黑很生氣，想把他摔下去，可擔心一旁的女孩會因此受到牽連，他忍住了。然而小黑的忍讓換來的卻是金髮妹更加粗暴的對待。為了讓小黑聽話，金髮妹給鞋子裝上馬刺，狠狠地戳進小黑身體2側，劇烈的疼痛讓小黑不得不屈服。可這還不算完，比賽當天，金髮妹一心想拿冠軍，把所有的騎馬技巧都忘到腦後，魯莽地驅趕小黑，就連小黑的馬掌掉了，他也不管不顧。小黑缺了一只馬掌，速度逐漸放慢，可金髮妹卻用鞭子瘋狂地抽打他。小黑吃痛不過，只能拼命向前跑，然後意外發生了。